越有钱的人越相信风水。风水跟人的命运是没办法分开的。丙生气而生，借水而止，和天有关，和地有关，和人有关，和三界有关。一个不太好的八字，通过后天的风水可以调到很好。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有形的东西，环境有方位，有方位就有无形，通过相生相克可以调整，当然就可以改变，这就是风水的所有的秘密。元风地生，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，是天罗地网，一尘脱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南。道元老师，我们今天讲一期风水怎么样？好啊。一提到风水呢，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会想到像罗盘啦、八卦啦，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磁场，甚至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迷信？那风水的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它的历史和它的发展过程，道元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？其实关于风水的定义好，就是丙生气而生，对啊，借水而止。风遇到水它就会停，然后的话就会产生生气。那这种生气就可以什么流转在你的居住的环境里面，然后给你带来福气，给你带来运气，给你带来财气，也给你带来贵气。不知道你听过四水归堂没有哈？就是在四合院里面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有个天井，然后中间是有一个水池，一个水池，水对，就叫四水归堂的格局。风如果没有遇到水是不停的，它就不产生生气。哦，这是不是就是风水里面所说的长风聚气？就是长风纳气嘛。所以然后呢，我们不同的房间就会开不同的窗户，开在哪个角度，它那个生气会进入这个房间，会进入这个房间，会进入那个房间，所以就福气、财气、运气啊，它都会用。所以风水的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人文科学，就是在我们的人的生活里面，然后总结出来的一套有规律的这种科学体系。那长风聚气里面的气啊，它指的是那股风吗？还是说是流动的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磁场？气看得到啊，怎么看不到？感受得到啊。就是相当于我进到一个房子里面，有一个风迎面向我吹来，我觉得是舒服的，那么这个房子可能是好的。这个你去了一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能让你心情愉悦，然后感受到能量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好的生气啊，是不是？那有没有去那个地方，然后你突然很害怕，起鸡皮疙瘩？就比如说不见阳光的房子，那阴气嘛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就是你突然会觉得很压抑，就比如说它暴晒在外面的，它就会容易产生浊气嘛。然后你很恶心，很恶心就瘴气嘛，瘴气就是那种很多的那个树，然后让它植被很丰富，然后里面就会有蛇虫鼠蚁，那就滋生这种瘴气嘛，这种瘴气对人体也是有害的嘛。所以实际上它是跟我们的人的这一种整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它有没有一套像是课本一样的，像八字有一套体系？那当然有嘛。其实实际上我们讲这个风水，它是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实际上你知道它都有方向的，有方位的。它有了方位，它就有了九宫，有了八卦，对吧？然后它就有了不同的五行的属性，它实际上都是一套完整的计算的逻辑。是风水它是一个大的课题，其实它只是在我们最后做布局的时候一个展现，但实际上前面我们有做很多的功课，就比如说我们有他的个人的命运，然后的话还有他先天的环境的这个状态，最后才是用风水的去把它调整。而且是的，我们都听说过有风水龙流转呢，对，它每年的都不一样，就是风水它是有流年、有流月、有流日、有流时的，就比如说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哪个财位是最好的，对，然后明天又是哪个财位最好的，所以风水它是一个大的课题，对。那我又想知道，比如说我找到师傅你，比如说我姻缘不好啦，我想找师傅帮我调了一个风水之后，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？我们讲风水是跟人的命运是没办法分开的。那你首先比如说我们要打开他的八字，看到他命中是否真是有姻缘。如果他命中没有姻缘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，那我们就给他种一个姻缘，对吧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加强催化。我明白了，就比如说一个不太好的八字，也可以通过后天的风水把它调到比较好，还是说可以调到很好？举个例子，我们讲这个海水里的鱼，如果放到淡水里面就没法活。对啊。那我们就要调整这个磁场，那我们可以让这个鱼可以适用在和海水一样的环境里面。就风水也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们的个人的命运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们就要在一个环境里面做一些
调整，让他可以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，然后把自己的命运发生改变。对。那我知道道元老师你其实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一个风水顾问嘛，那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让我们跟观众分享一下。好，其实我在我的风水案例之中，其实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从这个手机电话号码里面看到它有肺结节，肺结节怎么看呢？就是它是祸害加上绝命。那祸害就是病从口里面入啦，祸害也代表肺啦，绝命也代表筋啦，也代表肺啦，所以我就说它有肺结节，然后他就说哦，真是有肺结节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们家里的那个风水可能出了问题，但是用奇门遁甲给他起了一个实盘。我看到他们家的那个别墅的中宫的地方，然后的话是有刑冲克害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在你们家的那个正西方有一堵墙挡住了我们的明堂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明堂。对。后来我去他家，就是他的别墅的外明堂上面就是一堵墙，然后还有做了一个亭子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把这个亭子给他拆了。对，然后他把那个亭子拆了以后，那个肺结节就后来就消失了。哇，道元老师，你这一套流派就是从数字能量可以结合到他这个人，然后再起一个实盘，再结合到屋子里面的风水，然后再去帮他具体的解决，这个很少见啊，就是在市面上面就是要么就是直接风水，要么就是直接奇门遁甲。对，其实实际上，其实我们现在是不管是从数字能量路，还是从面相路，还是从什么样的术数路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实际上其实可以解决他的问题。我跟很多的这个现在面批的这个粉丝，他们是八字我给他面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偶尔有需要一些额外的这种需求，说先生你看我们家的房子怎么样？对，风水上面的，我就会用奇门遁甲给他起盘，我会把他家的户型图画出来。哇，那很厉害。对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你阳台有什么，对，因为这就是相，因为我们从家里出来嘛，身上就带着这个相嘛，你就带着这些能量、磁场和信号、信息在这上面啊，你就只需要读取就可以了。你读取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帮别人解决问题是，首先是从你的命里发现问题，然后再帮你去解决问题。对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道元老师也给我刷新了一下我对这个风水上面的一些见识，也重新认识了一下它。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封建迷信，它绝对不是迷信，它一定是人文科学。什么叫人文科学？就是和天有关，和地有关，和人有关，和三界有关，对，和阴阳和五行有关。可能很多人对它的不理解说啊，它就是一种迷信的东西。你不会觉得现在我们开一个车子是迷信吗？不会。我们坐飞机是迷信吗？你不会，对吧？不会。但是如果在古代的话，你发现一个铁的飞机可以在天上飞，然后的话，这事情科学吗？不科学。对啊，就不科学，也认为这是迷信。其实就是认知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人对于未知的东西，我们没办法用当下的语言去描述它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称之为迷信。迷信。当我们的认知高了，然后的话，确确实实，我们通过风水可以改变自身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它只是不被我们了解，不被大众所了解。越有钱的人，他反而越相信风水，就是可能是越平凡的人，他可能觉得哎，风水迷信而已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穷人就是他的那个认知比较固化嘛，他也不会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嘛。那富人的话，他其实上他的认知深刻一点点了，他就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神秘的力量去推动的嘛，因为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有形的东西嘛。因为环境它有方位，有方位它就有五行，有五行的话它就有生克关系，有生克关系的话就可以通过相生相克，然后的话去调整。那么可以调整，那当然就可以改变嘛。所以这就是风水的所有的秘密，只不过是说你能够读懂它多少，对你的本事到哪里。所以你会问我说，老师，你看你讲风水为什么会讲得这么科学？是因为我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，就是这个逻辑是有条理性的，对，是吧？所以其实如果你关注先生久了啊，或者关注我们频道久了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对风水、对命理，确确实实有和其他的老师的有不同的这种点。所以如果你对玄学感兴趣，那么你可以去添加我的助理嘛，让我们的助理发一份资料给你，然后或许这么一个小小的这种举动，会让你的人生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是的，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风水的知识和内容的话，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 WhatsApp。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风水就讲得差不多了，感谢道元老师的精彩分享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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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